这边的痘印我觉得最高也是堆叠到50%的遮瑕力，可这样看起来它不是那么容易转移的底妆。大家好，我是 Stephanie。我们今天呢要来实测纪梵希最新出的粉底液，就是他们的 Prisma Libre Skin Caring Glow Foundation， 长这个样子。这款粉底液目前还没有中文的名字，我是看到有个网站翻成轻柔护肤粉底液，一卖49块美金，它里面是有30ml 的商品，然后有30个色号。那 Harrods 跟纪梵希这网站上是已经可以买得到了，丝芙兰即将要上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Sephora 还有我看到的一篇文章里面的资讯。这是一款有轻度遮瑕的光泽型底妆，它的质地轻盈细腻，然后里面的含水量是50%，同时也有70%的天然成分，主要的成分是金莲花提取物，使皮肤柔软又有光泽。它里面有3种保养油，其中一种是椰子提取的。Sephora 也是说，由于它里面有保养成分，越用皮肤会越来越好。上面也说他们有做个调查，用完这款粉底液，保湿度提升25%，皮肤的光泽提升27%，然后毛孔慢慢有被修饰19%。我今天带回来的色号是 N95， 是倒数第2最浅的一款。那我现在在手臂上跟一些其他我常用的底妆刷色给你们看。那我现在是用自然光拍的，最左边是新的纪梵希底妆 N95， 这是他们上一款光彩粉底液 N104， 这个是 MAC 的 NC10， 再来是 Fenty Beauty 他们滋润型的130号，最后是雅玛尼清透亮丝光粉底3号色。看起来这次新的纪梵希 N95 真的是中调的呢，不会太粉，然后也不会太黄。那它的色号跟雅玛尼的清透亮丝光粉底3号色非常的相近，只是更带有一点点粉调在里面。那废话不要太多，我们现在就开始实测吧。我先来介绍一下我的肌肤，我是混合偏干肌，所以我两颊其实蛮干燥的，可是我鼻子有混合性的，毛孔粗大，容易出油，容易长粉刺。我的过敏体质又导致我黑眼圈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拿纪梵希这款粉底来遮遮看这么严重的黑眼圈，看它遮瑕力到底有多高。那我最近皮肤也是大爆痘，所以有很多正在修复的痘印痘疤，今天也希望可以遮得完整一点点。那如果之前的实测影片我今天不会上任何的妆前，所以我们可以完完全全来看看这款底妆各方面表现的怎么样。我唯一会定妆的地方是我的鼻子还有我的眼下，剩余脸部的地方是不会上蜜粉或是蜜粉饼。我今天上妆的过程也是完全用自然光拍的，希望可以拍得清楚一点点。我现在是坐在我客厅的地板上。那我们来看一下瓶身，瓶身是长这个样子。长方形的，然后盖子比例特别长的一款。盖子拔掉的话，它是压式的头，下面是玻璃瓶身，非常的有质感，然后有重量。挤出来给你们看一下质地，它是稍稍有流动性，有往下滑一点点，抹起来倒是非常水润好抹，然后延展力很高。我今天脸的左半部会用 Sephora 的56号刷，然后脸的右半部用詹氏的 Equal 海绵，来看看哪个上妆的效果比较好。我们现在直接上脸吧。它里面的香水味非常的浓，不喜欢香味的话请避开。这是左半部薄薄上了一层的样子，它光泽很美，是一个断光。我现在看黑眼圈的话，一层的底妆是遮掉了30%左右，所以它是轻度遮瑕的底妆。痘印这边的话也是遮掉了30%左右。我觉得它柔化毛孔的能力还不错哎。我手臂上刚刚涂抹的底妆现在都干掉了，所以这款干的还算快。海绵上的这边好服帖哦，非常好拍匀，然后光泽很漂亮，所以这款其实我是更喜欢海绵上妆的效果。那我现在试着多堆叠一些上去，看遮瑕力可以堆到什么程度。这是堆叠了2到3层的黑眼圈，这是1层，我觉得可以堆到中度遮瑕吧，大概是50%的黑眼圈有被遮掉。这边的痘印我觉得最高也是堆叠到50%的遮瑕力。那我把右边的脸上完，这是上完2层半的妆感，我放弃给你们看。可是我觉得它妆感很美耶，你看这个光泽好漂亮哦！我现在拿小镜子看，是觉得 N95 这个色号对我有一点点的太暗。你看我手背上的话，它现在颜色变得有一点点的蜜桃，有一点橘，可是暗的程度没有太离谱，不会难看。我现在看脸是觉得它的妆感非常的细致，完全陷到皮肤里了，一点都没有浮的感觉。鼻翼这边也很不卡，然后我眼下通常会有基线的地方，现在基线的非常不严重。我脸现在感觉也很保湿，可是它自己是有定妆定下来的感觉，不是会乱移动的那种底妆。它均匀肤色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所以我现在整脸是很有自然的光泽感，很健康很平滑的一个样子。我现在先去把其他的妆化完，那我现在很快的去拍一点自然光跟室内黄光的片段给你们看。这个是我客厅透进来的阳光，放近点给你们看。痘印光泽好漂亮。那这个是我浴室这边的黄光，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光泽。
近看一下鼻子的毛孔、痘印。好了，那我先去忙了。我今天过了8到10个小时之后，再去做一整天的 check in 给你们看。我们到时候见。我们现在要去拿我们订的珍珠奶茶，我订了3杯。我们都没有来吃过这边的冰淇淋。Yeah, we did. 哎，有吗？一次。我们刚刚出去买了珍珠奶茶呢，现在距离我上妆时间应该是过了4个小时左右。你们看一下，我觉得现在的状况看起来超好的耶，它基本上没有什么卡粉出现，然后我全脸目前感觉是很保湿的，也没有什么掉妆。那它本身遮瑕力就不高嘛，现在还是透出个5成的痘印左右。那我戴口罩也只戴了15到20分钟吧，所以没有很久。可这样看起来，它不是那么容易转移的底妆。好了，现在是凌晨12点了，所以距离我上妆的时间已经过了12个小时。我现在先把镜头放近点，让你们看一下现在的妆容。我现在灯光调暗一点，让你们看一下。是带妆12小时下来的光泽。第一个，我们来讨论它多保湿。保湿力的话，5分里面我会给4分。它不是满分5分的保湿，所以沙漠肌的人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推荐这款。可是我的偏干肌用的很舒服。我记得今天上妆5小时左右，脸是稍微有一点点紧绷感的。可是过了6小时到现在12小时，我的混合偏干肌是用的很开心的，一点都没有负担。我现在两颊摸起来反而都是很端的，感觉里面水分很充足。那奇特的地方就来了，控油力5分里面我也给4分。我觉得这款底妆出乎意料的控油哎！我现在额头跟我的鼻子其实出油量很少，我有特别注意到这一点，就是今天我无时无刻就是会去摸一下鼻子啊，看一下脸的状况，就发现奇怪，这款底妆好像蛮控油的。我不知道你们这样看不看得清楚，基本上我现在额头跟鼻子的状况是非常好的，没有什么掉妆，也没有溶妆，也没有爆油。这款底妆好像就是有办法同时又保湿又控油。那我先来讨论一下它的光泽。你们看得到这个光泽吗？这光泽好漂亮哦！带妆12小时下来，还是一个断光的状态，没有到很奶油肌耶。我现在灯光调了暗一点，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这个光泽，我觉得很细致、很漂亮，然后不油亮。我觉得这款底妆现在的光泽是很多粉底液刚上到脸上带有的那种断光，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爆油，或是脱妆，或是变得比较干燥。可是这款底妆过了12小时下来，反而能够达到这个好像刚上妆，然后非常美的光泽。真的很漂亮。那眼角力好不好推晕这块我给4分，非常好上妆，非常好抹匀，完全没有问题。刷子上妆也好看，海绵上妆也好看。然后你想要轻薄的妆感的话，薄薄1层就够了，用量不会很多。但是你要是跟我一样有痘印想要遮的话，可能就要多一点2到3层，那用量就不会那么的少。多细致会不会氧化这块我也给4分。我扣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是有一点点氧化了，就是你们看我现在脸跟手的颜色是有一点差异的。我觉得它暗沉下来变得有一点点的橘，可是我脸上的底妆现在是好看的，没有娇兰的24K 氧化之后变得那么橘灰，只是比我的皮肤稍微暗了一点点而已。我放近给你们看，它妆感真的很细致，很贴肤。我现在带妆一整天下来的妆感是蛮惊艳的，我觉得它好细致，好漂亮啊！这也带到我们最后一点，就是它多持妆。我直接放近了给你们看，我发现这款底妆持妆力很好，因为它本身就只有中度的遮瑕力嘛。我今天带妆了12小时下来，发现跟早上上妆的变动很小目前的痘印痘疤也只透出了，就也还是5成啊，真的感觉好像没怎么掉妆。我鼻翼泛红这边透出了5到6成，可能掉了10%吧。重点是我最近用了很多粉底液都会卡粉，特别是带妆一整天下来鼻翼很卡。你看现在这边我翻给你们看，完全没有卡粉，这边完全没有卡粉，整个是融到皮肤里，一点都没有浮粉的状态。我近期实测的好几款底妆，用了一整天下来，这边都会有一点浮粉啊、干燥脱皮的问题。今天一点都没有，目前非常的平滑。我放很近给你们看，通常这边我会有一点斑驳，然后眼周这边的纹理会很卡，今天一点都没有，非常的平滑。然后嘴巴周围的状况
非常的好，这边也没有脱皮。我觉得纪梵希这款应该是近期我除了金砖以外，可能用下来最满意的一款底妆。仔细想一下的话，资生堂的观感表现也非常好，可是性质不太一样，这款更轻薄一些，然后更下第2层皮肤。总结一下今天的心得，今天的实测非常的成功，这款底妆很美丽。纪梵希这款1层的遮瑕力跟 Chanel 金砖1层的遮瑕力一样 ，Chanel 可以堆叠到更高的遮瑕，这款顶多堆叠到中度遮瑕，可是妆感性质有一些蛮相似的地方。Chanel 的金砖比纪梵希这款更保湿，可是这款更有控油能力，所以要是你本身是大油肌或是偏油，然后很想用金砖可是无法的话，你可能可以试试看纪梵希这一款，因为我觉得这个你可能驾驭得了。那偏干肌跟干肌的话，这款底妆绝对是可以使用的。这款纪梵希的优点就是又保湿又控油，妆感又精致，光泽很美丽，它又很持妆。缺点是它会小小的氧化，遮瑕力不高，然后你对香味敏感的话，你不会喜欢这一款。那要是你脸上有比较深的想要遮的东西，这款单用不够，一定要搭配遮瑕才有办法遮掉。我觉得有几款粉底液跟今天的纪梵希妆感蛮类似的，其中一个就是香奈儿的果冻粉底液，第2个就是 Make Up Forever 的火刃精华粉底液，最后就是苏苦的黑盖粉霜。它们上起来也都是偏轻薄型，带有自然光泽，然后刚上妆粉质很细腻的底妆。可是我今天实测下来，感觉好像纪梵希这款表现的比刚刚的3款都还要好因为那3款的持妆力没有这一款好，带妆一整天下来会有一点点斑驳的状况出现，或是掉妆会掉的比较严重，没有办法达到一个12小时下来整脸还是很细腻，然后很完整的妆感。所以基本上要是你喜欢轻度遮瑕又有光泽感的底妆，这一款目前在我心目中排名的非常的高，我觉得底妆控可以去试看看。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对你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按一个喜欢，这样子可以鼓励我做更多的粉底液实测给你们看。那要是你喜欢看粉底液实测的话，欢迎追踪我的频道跟打开小铃铛，这样子可以收到我之后陆续出了非常多粉底液实测的通知哦。我趁机也跟你们预告一下我正在排的粉底液实测，看你们有没有兴趣。其中一个是倩碧的这一款新粉底，还有娇兰新出的雾面款粉底，丝芙兰出的这一款 Huda Beauty 的新粉底，还有 Marc Jacobs 最新出的粉底加遮瑕。你们对哪一款比较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留言里让我知道，我就会排在前面一点点录。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我是 Stephanie， 我们下次再见，拜。